创造财富有一系列的原则，只要遵守这个原则，我们就可以做到不靠运气致富。要想快速获得财富，就必须充分利用杠杆效应。商业杠杆主要有3种，而代码和媒体是不需要许可就能够使用的杠杆。这2个杠杆是新贵阶层背后的杠杆。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之前我在做频道2周年视频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了我自己是如何裸辞，义无反顾地走上自媒体创作的道路。促使我做出这个重要决定的原因，就是因为一本书。这本书的观点改变了我长久以来固化的思维模式。首先，只靠上班和工作是永远无法实现财务自由。互联网极大拓宽了工作的可能性。代码和媒体是社会新贵获取财富的主要方式。这些看似正确的废话，却对我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并让我做出了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选择。这本书就是《纳瓦尔宝典》。纳瓦尔1974年出生在印度德里，9岁的时候移居美国纽约，21岁大学毕业，并开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的生涯。2018年44岁的纳瓦尔荣获年度最佳天使投资人的称号。作为投资人，纳瓦尔最著名的投资案例是对于 Uber 的投资，而让纳瓦尔破圈而出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在推特上发表的一系列推文，如何不靠运气致富。这也是《纳瓦尔宝典》这本书的精华所在，也是这本书对我影响最大的部分。纳瓦尔说，即使自己现在创业失败，身无分文，把他丢在任何一个说英语的国家，他都能够在5到10年内让自己变得再次富有，因为他已经完全掌握了赚钱的技巧。纳瓦尔的金钱观念也很有意思，他认为金钱是社会的信用符号，具有调动别人时间的能力。当我们做好了本职工作，为社会创造了价值，社会就会对我说，谢谢你，因为你在过去所做的工作，我们在未来欠你一些东西，这是一张借条，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钱。而财富是在你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帮你赚钱的资产。财富可以是进行生产的工厂和机器人，也可以是计算机程序，也可以是银行里用于投资的钱。纳瓦尔认为创造财富有一系列的原则，只要遵守这个原则，我们就可以做到不靠运气致富。这些原则中最为广为人熟知的有：依靠出租时间是不可能致富的，我们必须拥有股权，也就是企业的部分所有权，才能实现财富自由。拥有企业的股权是获取财务自由的关键，如果不持有企业股权，个人投入和收益的关联性就会非常强。比如几乎所有领取月薪的工作，即使是律师或者医生这样的高薪职业，也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才能够获得相应的收入。从本质上看，上班就是给人打工，企业主支付给我们的工资一定是低于我们所创造的价值。虽然有的企业高管的工资可能很高，但是这些依然也不是真正的财富，因为退休之后这份收入也就马上没有了。不持有企业股权，睡觉的时候就没有收入，退休以后没有收入，度假的时候也没有收入。总而言之，就是收入是相对固定的，根本无法实现实质性的突破。拥有企业股权就意味着可以获得企业发展收益，所以我们要努力工作，直到我们有能力拥有企业股权。我们可以选择买入企业的股票，成为小股东，也可以创办一家属于自己的企业。最终真正能够赚大钱的人，都是拥有产品和企业所有权的人。要想快速获得财富，就必须充分利用杠杆效应。商业杠杆主要有3种：劳动力、资本和复制边际成本为0的产品，比如说代码和媒体。第一种是劳动力杠杆，也就是让别人为我们打工。劳动力杠杆是一种最古老的杠杆，但是现在社会中，这种杠杆的效果并不是最好的。纳瓦尔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最落后的杠杆，因为管理他人是一件非常复杂、极具挑战的工作，需要高超的领导技巧。资本是第2种相对比较好的杠杆形式。资本杠杆就是用钱来扩大决策的影响力。资本是一种更现代的杠杆，利用资本杠杆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一定的技能。在20世纪，人们曾经利用资本杠杆获得了惊人的财富。资本杠杆是20世纪杠杆的主要形式。
我们看一看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群，我们就会发现，最有钱的人是银行家，是腐败国家的政客，他们本质上都是可以动用大量资金的人。再看看大型公司的高层，除了科技公司，绝大多数老牌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其实都是在做财务工作。资本杠杆的放大效应非常明显，管理资本要比管理人更容易，因为随着资本的不断增长，资本的管理难度会远远低于管理不断扩张的团队。资本和劳动力都是需要获得许可才能够使用的杠杆，人人都在追逐资本，但是总得有人愿意出资，人人都想领导他人，但是总得有人愿意追随你，让你领导。最后一种杠杆是最新出现的，也是普通人最触手可及的，这种杠杆就是复制编辑成本为零的产品，其中包括书籍、媒体、电影、代码。在所有不需要其他人许可就能使用的杠杆中，代码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一种，因为写代码只需要一台计算机就够了。而代码和媒体是不需要许可就能够使用的杠杆，这两个杠杆是新贵阶层背后的杠杆。我们可以创建软件和媒体，让他们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为我们工作。如果不会写代码，那还可以写博客、写书、做视频、录播客。这种最新形式的杠杆创造了全新的财富，创造了所有的新晋的亿万富翁。对于上一代的人来说，财富是由资本创造的，发大财的是巴菲特这样搞投资的人，而新一代富翁的财富都是通过代码或者媒体创造的，比如说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 Facebook 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 Google 的创始人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以及微软的比尔盖茨等等这些新时代的宠儿，他们的财富都是源于代码的杠杆。新杠杆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使用它们获得成功都无需经过他人的许可。要使用劳动力杠杆，总得有人追随我们；要使用资本杠杆，就得有人给我们提供资金，我们再去进行投资或者开发产品。而编程、写书、录播客、发推特、拍视频这些事情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那么为了获得财富，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呢？纳瓦尔说，我们需要为社会提供有需求并且无从获取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规模化。另外一个关键是，互联网极大地拓展了职业空间，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纳瓦尔认为，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天赋所在，并且持续不断地积累自己的专长。很多小伙伴可能会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其实每个人都肯定有自己擅长的东西，只是可能还没有发掘到而已。比如有的人特别擅长和人打交道，善于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可能这个人就有比较高的销售的天赋，可以往偏向销售的工作发展。另外有的人学习乐器比较快，那么他可能会成为一个音乐家。还有的小伙伴说了，我什么都不擅长，但是我特别喜欢八卦。那其实这种非常强烈的八卦能力是做一个好记者的本能。在成为自己这件事情上，没有人能够比得过我们自己。在找到自己的专长之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专长规模化，或者说尽可能的影响更多的人。互联网为这种可能提供了杠杆。通过互联网，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受众，只要在网上进行源源不断的输出，我们就有机会传播自己的影响力，打造品牌，累积财富。有了互联网，只要我们在自己的领域做到足够好，只要规模化地提供独特的内容，那么就算我们的兴趣很小众，也能找到足够多的受众。这些逐渐增加的受众就会慢慢地变成我们的财富。还有一点，纳瓦尔也觉得很重要，那就是独辟蹊径，才能够避开竞争。从本质上来看，竞争就是模仿，和其他人竞争是因为我们和别人在做同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需要模仿他人。如果我们创造的东西是自我的延伸，那么就没有人能够和我们竞争。还有一点我们也要注意，这个世界上没有快速致富的教程，即使有，那也是提供教程的人想从我们身上赚钱。与其一门心思去寻找赚钱的方法和诀窍，倒不如先来问问自己，我有给这个世界提供有价值的东西吗？如果没有，那么请挖掘自己的专长，然后持续输出，形成影响力。这种影响力
最终会带来让我们自己都意想不到的财富。但以上分享的只是书中关于一小部分财富的内容，另外还有关于增强判断力、学习幸福、自我救赎这些内容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建议大家入手这本书来读一读，相信一定会有非常大的收获。以上就是本期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觉得《纳瓦尔宝典》这本书我还会一直读下去，尤其是在自己迷茫找不到方向的时候，重读一遍就会让我更加坚定自己的方向是正确的。如果大家觉得我今天的分享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分享，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帮到更多的人。那我们下期再见。